现在我们要试着第一次的试发动啊，这部非常漂亮、非常稀有的从高雄来的 W201 的12.5 16V 手排啊 Evolution 的这部车的4缸分油盘的回修之后，第一次试发动。那这部车大哥碰到的问题非常多，因为它停牌，而且多年没有使用首先，我们到车上来，发动引擎来看看它现在转速跟高速到底是什么状况。好，大哥到车子里面来了好，大哥来发动。等一下，我们看到它转速会越来越高，高速车不上去，因为它回流量不足我们到前面来看看它的回流量是什么状况。我们看到它的回流量只有1公升左右这回流量是严重不够的，因为1公升。标准的要2公升以上，目前我们看到是1.0这回流量只有1.0，所以它高速吹不上去，我们来吹高速，吹不上去。我们来看看它现在的转速。因为太热了它现在转速在1000多转引擎也不稳定这个就是因为它供油量不足所造成的无论如何大哥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拆油箱，要拆下来再重新再处理一次所以这个大哥碰到了这种状态的车子是最头痛的这部就是其中一个因素旁边我们看到这部车也是停牌多年了，也是挂0时牌也是挂0时牌，这个280的 SEL 跟这部车一样都因为停牌，我们这0时牌这很麻烦，这大哥是最怕碰到的问题。转速应该2000多转等一下在车内看到，吹不上去，回流量只有1公升不到这是严重的不足，连1/2都不到。我们来看看转速目前转速已经到2000多转了，因为它下面的那个蝴蝶门卡住了。大哥，加不上去，加油！加不上去大家好，我是张大哥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部从高雄来的2.5 16V W201 的这个引擎的测试。这个问题当然是从回流量为什么会不足，有2个状况。第一个状况汽油泵浦没有力打过来的压力跟量油量，回流量就是汽油泵浦里面打过来的汽油的压力跟汽油的量不足有可能是汽油泵浦有问题不够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油箱流不下来。大哥为了要证实这一点刚好我们看到旁边这部也是 W126 的280 SEL， 它的油箱也堵死了然后呢它的出油量只有 0.3 公升。大哥呢为了要确认这部2516的汽油泵浦是 OK 的，因为我看外表也很新，所以我当然直接就怀疑油箱供油量不足。虽然车主它油箱有破开有清洗过了，但是有个重点，我们油箱的滤芯在油箱里面，那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那滤芯下面接的就是出油口，出油口再来就接着汽油泵浦要把油送到前面来。那因为油箱的那个滤芯，油箱里面还罩着一个集油器我大哥把照片拍下来了。这集油器如果堵塞
油一样流不下来。那首先我必须要证实这个汽油泵是 OK 的，所以这颗 W126的280 SEO 这颗油箱大概已经清洗完成了，拆下来清洗完成了哈。那我们就借用它的油箱，然后呢，这个回流量我当然没有办法的，不能再接这个原来的油箱，这部车的油箱，因为这油箱的滤芯已经被我拆下来了。那这个回流量，我们看到回流量就直接回流到这个油箱里面来。那它的供油呢，我们就直接取用它的供油。我们来看看它的供油在这个地方，这里面大概有20公升左右的汽油。我们来看，这个汽油的供油，然后这大哥就直接接到这部车子的汽油泵浦。那这部车子2516这部车子的油箱呢，大概已经把滤芯拆下来了。其实拆下来滤芯看起来还干净那所以大哥就头痛了。因为干净，如果不干净的话，我们是不是清洗滤芯就好了？它滤芯还干净的，但是我们看它里面那个机油器，哇，糟糕了！那个机油器堵塞，我们就死了。为什么？它油箱被它破开之后封好了，但是滤芯并没有清，机油器并没有清洗，油还是流不下来。因为汽油是油箱里面的汽油是透过机油器，然后进到汽油的滤芯，所以这个大哥就头痛了。好，那大哥现在已经把油箱移用 W126 280这个油箱那回油管我也接回这个油箱了。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回流量。首先，大哥这边接着呢，这条线是。大哥直接从汽油泵浦那边，引擎没有发动，直接从汽油泵浦那边把电池的电接上去。OK， 我们来看它引擎没有发动，那纯粹由电池供电的时候，它的回流量是多少 ？OK， 好，大哥把它接上去了。我们来看到这个回流量。OK， 回流量1.8公升。好，如果说汽油引擎没有发动，回流量一定要在1.6公升以上，也就是说，从汽油泵浦里面直接接电池的电，一定要在1.6公升以上。那因为引擎发动之后呢，有发电机的充电，所以说它应该要在2公升以上。现在我们都已经达到1.9了，我们看到这1.9了。那当时我用这部车上的油箱的时候是就0.9。那它现在1.9，那我们肯定等一下引擎发动的时候呢，它一定会在2公升以上，因为电池电压会到13，那现在只有12点多而已。大哥先把这个供电先把它终止 ，OK， 再来，它的油箱供油量正常，达到1分钟2公升以上以后。高速就出来了，等一下大哥引擎发动，我们就看到了。第二个问题，它不是一直有高速吗？2000多转到3000转吗？那这问题是怎么来的？大哥本来是认为说是它的节气门那个地方卡住了，其实大哥把节气门的固定螺丝拆下来没有问题，节气门 OK 的。好了，那为什么会有高速呢？因为它的怠速马达。它这个怠速马达坏掉了，这个怠速马达坏掉了，怠速马达在哪里呢？在这里，这个就在怠速马达，也就是说，它怠速马达它卡住了。我们这样可以看得到这个可能不太清楚，它是在大概打开，它开度大概在1/3左右吧，大概，所以转速很高。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颗，这一颗它它是关闭的，因为它没有供电。但是我们看这一颗，它是打开的，我们看到这个正常的关闭的，因为它怠速马达是一个
它透过里面这样转动，把通气量、把油气的开度打开关闭，来改变转速，做提速的功能。那这颗是故障的，那因为它把它开度，也就是说它开度已经开了2/3、1/3左右，使得转速固定转速，而且它卡死了，所以它转速变太高了。那大哥已经把好的怠速马达换上去，所以等一下转速会在1100转左右。OK， 好，这是第二个问题。那我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怠速马达如果它卡住或者说坏掉，好，它是什么样的状况 ？OK， 大哥先把一个好的啊，这个是 OK 的啊。我现在大哥只有一只手，好，就一只手没有关系。那大哥把它通电，通12伏的电哦。OK， 来，现在大哥把它接12伏的电，我们来看看供电状态。如果它没有卡住，是什么样的情形 ？OK， 好，大哥来，我这样应该还看得清楚吧？好，大哥通电，通上电，有看到吗？哦，至少我们了解这颗怠速马达它是活动自如的，但是它是不是是不是能够很正常工作，我们不知道。至少它是活动自如的。那我们再来换这一颗，好，我们再来换这个车上拆下来这个坏的，那又是什么状况呢？啊，大哥一样的角度，这个是坏的太离谱，根本直接就可以判他死刑，因为他根本就卡住，他根本不动啊。好，大哥把它接上去。大哥把它接上去，好，接上去之后，那大哥就一只手，所以说没有办法很方便的来做操作。OK， 好，那大哥把它通电，OK， 好，大哥来通电。哦，这个是故障这一颗车上拆下来的。哦，大哥一样送电，几乎没有动，有火花，你看到有火花，但是它卡死了，阀门完全没有做动。好 ，OK， 这个是最基本的判断。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啊？但是不一定工作正常，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果工作不顺的时候，这个怠速马达也是不正常的。OK， 所以第二个问题大哥解决了，也就是说转速太高的问题是怠速马达卡死了，所以这颗必须要换掉哈，这个怠速马达必须要换掉了。我们刚刚看到，大概如果说回流量啊，回流量是绝对影响到我们这个不管是电喷、机喷，回流量一定要够，否则它的供油不足。你分油盘弄好也一样供油不足，电喷也一样供油不足。那我们刚刚看到，如果把这里直接接。但汽油帮浦是1.9，1.9公升1分钟回流量，已经超过标准的1.6了。哦，那我们来看看，大哥把引擎发动之后，它回流量是多少？一定会超过1.9。好，那大哥，到车上来，啊，我们就借用这颗油箱，这颗280的这颗油箱。大哥来发动，好，大哥来发动引擎。
试一下高速。高速没问题。好，我们到，外面来。因为它这个皮带啊，皮带已经磨损了啊，太吵了。大哥给它加一点细油下去，给它喷一点细油啊，否则这吵死人了。那我们来看看它现在转速是多少哦，110了。那原来怠速马达卡住的时候是2000多哦，它现在是1100左右哈，现在怠速在1100左右。那我们来看看回流量是多少，2.2公升哈，2.2公升。那跟原来它用车上的油箱是009，它没有高速啊。我们来吹看看，高速出来了。很奥妙吧？所以确定这部车的油箱是不行的，大哥就头痛了。大哥接着就必须要把这个油箱，把这部车油箱拆下来再处理了。太吵了，喷汽油。也就是说，它油箱这部车主整理过的油箱，原则上它里面应该是干净的哈。它有照片，我们看到里面干净，它已经整理好了，但是它集油器就是没处理啊。这个集油器又在里头，大哥只能试试看，把油箱拆下来啊，处理看看。如果不行的话，那再想办法吧。所以说这是一个机会教育。那我们这部车子全牌的车会搞死人了。如果今天对他灰心的话，就直接拿去报废了哦。像这部280的也是一样，还好刚好有这部280的车子在，那大哥把这个油箱清洗了，借用他的油箱，辛苦了。那你这颗油箱，我还没有处理的这部车子呢，除了油箱以外，我们来看到它怠速马达没有工作啊，这个怠速它没有电压，这个是流量感知器啊的工作电压大概如果只有它流量感知器工作电压会增重，然后这边是拆压阀的电压大哥呢，因为它怠速马达没有供电。包括它保护器在那边，大哥换过以后也没供电。那大哥找了电脑找了另外一颗电脑这个是 ABS 的电脑，找了一颗电脑来测试，还没有找到怠速马达工作的不工作的原因。那下一次的完整测试要等大哥把这部车的油箱处理好，那车子能够在试车在路上大路测试。然后再找其他的毛病，然后再把怠速马达的问题把它解决，那这部车我就可以交车了。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